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20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啊。上周五我们在 B 站上传的视频分享的案例分别是香港的恒生指数以及港股的小鹏汽车。但是我们上周五出品的案例分享不仅于此，其他的品种还有港股的瑞普蓝军、创机器人以及再鼎医药，这3个品种都是我们的会员约稿。因此我们都放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让所有会员都可以共享看到。这3只票有机会也有风险提示，如果你看好的票处在我们会员约稿当中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放在 B 站当中对外和对你来分享。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聊的是香港的恒生科技指数。其实这支票我们之前在9月1号的时候出品过视频当时给了2种预期。第一种预期是阶段性的走势，它会走出一个5波的银终结楔形，然后结束之后要展开一次比较深幅的回撤，这是我们当时给出的一种预期。另外一种预期就是目前如果按照大牛市推动浪的结构来看，那它这个5波的银终结楔形有可能会发展成一个所谓的9波延长浪的一个走势，这样就比较符合它推动浪的一个结构形态。那么经过这1个来月的时间，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整体市场最终是按照第2种预期去发展。所以有时候我们给出的结构当出现多种多样的时候，我们不如让子弹飞一会儿，看看市场最终会按照哪一种预期去发展，这样也有利于后期我们对于整体走势结构的一个把握。那当然，那我们再要看一下上个月同期的第3周的整体的分析的这些案例，我们也是1个月以后我们会去回顾一下，给市场一些时间，无论是给出的当时看涨的还是看跌的预期，那么要让市场跑一跑，我们才知道我们给出的这种分析结论是对还是错。那可以看到整体在9月15号当周这5天时间里，应该是我们一共是给出了25支票的案例分享。那么在这25支票的分享里面，看跌的提示有2次分别是益海国际和这个腾盛博药都跌了 10% 以上。那看涨的提示分别给出了1、2、3，给出了8次。那这8次里面涨得最好的是9月17号我们的会员约稿汉丰锂业，港股的汉丰锂业，整体涨幅超过了 50%， 可以说是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它形成了一个中短线的一个波段当然其他的票还有什么涨 20%、30% 的还有这就是所说的我们要让时间跑一跑，不要着急的去下定论。那接下来我们回归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再具体按照目前的结构发展，我们来讨论一下当前运行到了这波反弹上涨阶段的哪一个次级别结构当中，后期整体向下回撤的幅度有多大，下一次中线想要看涨的话，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转折点有可能出现在哪里。首先还是回顾一下前期第1波下跌，从11000左右跌到了这个2700，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浪走势为什么这样说？1、2、3、4、5、6、7，它就是一个7波走势，既不是这个5波，也不是一个9波，就排除了它是一个推动浪的一个形态。既然排除了它是推动浪，那它肯定就是调整浪，反正嘛，对，反之去例证。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黄金分割看一看此次向上的反弹上涨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整体反弹上涨的话，目前来看是接近了黄金分割 51% 线，但是应该还没有走完。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从2720开始的运行的第1波走势，这个之前也说过，它是走出了一个5波形态。这个5波上涨的出现对于后期整体市场的一个判断有一个指向性。那么接下来此处又出现了一个3波调整，回撤的幅度也比较深，时间跨度也比较好所以说这个调整浪也是结束了。那当前其实就从这24年2月份开始，它运行在第2波上涨当中。那这个2波上涨我们可以看1、2、3、4、
5、6、7波已经大于常规的5波常规的5浪推动，那么说明目前已经从5浪推动演变成9波延长浪的这样一个特征。那当下最近这1-2周时间，我们其实就是处于第8波的调整期，后期向上还有一个第9波的上涨。等这一步9波走完，才能考虑是否这个第3浪的上涨结束。那么从以上的结构分析，那我们知道了此处可能是1浪回撤的这一波黑色段走势，它可能是2浪。目前我们应该就是处于这个3浪上涨的阶段。那后期整体向上来看，上方的关键压力目标位主要集中在黄金分割618的位置，也就是7838附近7838附近当然这是现在目前看到的一个大目标。那后期等这个第8波调整结束之后，我们也会通过波浪尺去测算一下这个第7波上涨走势和第9波上涨走势它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看能不能和之前的这个压力目标位找到一个共振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后期需要细化去修正的。那既然目前已经处于第8波调整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用黄金分割来看一下当前的第8波调整，第8波针对第7波的调整下方的目标价格支撑位于哪里。我们还可以借助趋势线看两种分析的方式能否形成一个共振。好，通过刚才一系列的黄金分割和波浪尺这个趋势线，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下方的支撑区域主要是集中在5505、5505和5400这个区域，5505到5400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区域不被跌破，那么后期我们就预期上涨第3浪的延长浪第9波将会出现。当然，从周线的角度来说，它也最好要在这个区域出现对应周期的底分型十字星，我们才会考虑接下来继续看涨的一个思路通过以上我们这一系列的划分，那么我们大致就知道了当前我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后期我们应该关注所谓的哪些点位这就是当前我们需要重点去关注的这些位置当然它也可能从目前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可能在当前的位置形成一个所谓的通道，上升通道。这里我们也是通过通道的划分找到了上方潜在的上沿压力，可以看到基本上和黄金分割618的位置形成了一个重叠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大致是区域是位于7838到7760这个区域。好，通过下方的支撑找到了，通过一系列的划分案例分享，我们也找到上方的压力目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近期这个调整结束，回撤到位之后，我们再考虑继续看涨做多。那当然之前也有粉丝给我留言说那近期老师你这个位置你是看调整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之前你对港股的这些所有票都要重新划分一下？其实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用。为什么说不用？因为我们当时分析那些票给出的下方的目标价格支撑都相距当时的价格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并不是给到了现价我们都是给到回撤之后的下方的做多或者看涨的位置。那配合着近期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它的一个回落，那是否个股也会回落靠近我们之前所说的下方的目标价格支撑？两者基本上是处于同步的。当然少部分的小概率事件也有可能很多比较强势的股票它的回撤不充分，会延续之前的走势继续上涨，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整体的结构发展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案例分享，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于这波上涨当中的3浪延长浪的第8波调整期，后期还会出现第9波的最后一波上涨。当然有没有可能这个3浪内部从这个9波延长发展成13波延长，也有可能。那后期我们也是要等待结构不断的去跟踪不断的去修正，再来看有没有13波延长浪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当下我们知道第8波调整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一次第9波上涨的机会所在。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香港恒生科技指数的整体大结构的一个分析。那后期我们就要重点关注下方
这个面临的5505到5400这个区域，这也是支撑行情继续上涨的一个多空分水岭的一个位置。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